你来两口。不会。听说你干过几年民团？2年。那你也是行务出身啊？你听说过在战场上枪林弹雨里生孩子的事吗？没听说过。我儿子就这么出生的。我是江西福州人，原来是个木匠。我姐姐被警察局长的儿子害死以后，我一怒之下杀了警察局长的儿子，跑出来当了红军。我现在身上有6个枪眼，到现在肚子里还有一块炮弹皮。这些年一直都在打仗，没日没夜的打。我26岁的时候认识一个姑娘，湖南人，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很能干，是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会计。说是银行，其实就是个小破竹楼，几个文化人在搞。后来我们就结婚了。战友们凑了2块毛巾，2只水碗，就算是把婚结了。说是结婚，1年到头能有2、3天睡在一张床上，就不错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开始长征了。你听说过长征吗？听说过。说是长征，其实就是大转移、大撤退。我在侦察连打头阵，我老婆在银行。当时的苏维埃银行所有的金银细软账本钞票装进了几百个箩筐，有人用扁担挑着跑，我老婆负责管这些箩筐。那时候可真难呐，天上飞机轰炸，地上围追堵截，谁要是掉队就没命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老婆生孩子了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她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大腿还受了伤。她是在河边上用牙齿咬断脐带把孩子生下来，满地的血。孩子就这么大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要带他们娘俩走，可老婆不让，说那样的话他们都活不出去。他们找山里的老乡，说不定还有条活路。我这心里面像刀割一样。可是我不得不走，队伍要突围，我得跟上去。我把孩子抱进了我一件旧军装，我老婆说：“起个名字吧。”我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，将来一定会像铁一样结实，就叫铁娃吧。”后来我们就失散了，我就来到了咱们延安。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打听他们娘俩的下落，直到今年我才知道，老婆在我走的第2天就死了，孩子在几个山里老乡的轮流照顾下长到了6岁。组织上关心我，千里迢迢把孩子送到延安，本来想着能够父子团聚，可是没想到。这是我儿子给我留下的2个血脚印，这些年我一直都把它揣在身上，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这是我岳凌霄留在人世上根苗的唯一证明。铁娃，在崔四手上。你慢慢说。哎，吃点吃点，哎，滚，好吃的，嘿，这是这。陆科长，你看，上级奖励了咱们2只鸡，可眼下呢又不能杀。你说养着吧，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倒是能吃，我怕他掉边，给他喂点好吃的，他不吃了。哎呀，陆科长，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把铁娃接回来，把这2只鸡杀了吃了算了。您甭着急，
就这几天了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饭去啊。你不用忙活了。我是想问一问夏医生的情况。啥情况？他在你那住的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人挺斯文的，还很干净。嘿嘿，早上起来还叠被子，要到晚上睡觉吧，把自个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一丝不乱。嘿嘿，真是个文化人呐。他出去过吗？好像就出去过一次。他说是没到延安来过，想到街上走一走。我心想，你走就走呗，咱们延安这么好的地方，还怕你看呢？逛了个把钟头就回来了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说什么。他就聊了聊，说他表哥死得太惨，希望咱们早点把这个案子破了。啊，哎呀，让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挺发毛的。你说这个夏医生有啥问题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哦，都怪我有赌博的毛病，要不是欠孙家湾、冯大少爷120块钱的赌债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。冯大少爷是吃人肉不吐骨头的家伙，驴打滚逼得我喘不过气儿。最近催债催得很，我就和崔四合计着，弄点来钱的事儿。绑架孩子又不敲诈勒索，怎么来钱？也是凑巧，我有一个出了五福的舅舅，是东庄大地主黄二和，他呀家财万贯，千亩良田，就是一个事儿他发愁，他连着娶了几个婆姨都没给他生儿子，大夫怀疑他有毛病，眼看都55了，他就想买个男孩，只要孩子好，花多大的价钱他都愿意。我就和崔四动了心。您把孩子卖到了东庄？没有，孩子一到手，崔四无意中发现孩子衣服里有一封信，是写给延安八路军首长的。他知道孩子是八路军首长的。再说，昨天乔半仙也到这儿来找我，说你们带着枪找孩子，我呢就赶紧找崔四，让他把孩子给放了。崔四怎么说的？我跟他吵翻了，他死活不放人。他在凤凰渡那边认识一个买主，说是肯出2000块大洋，要这俩孩子。什么人肯出这么大价钱？崔四不肯说，我猜呀，估计跟日本人有关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说服不了他，我跟他说这个事儿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钱一到手我1分钱都不要。完了之后我就回来了。我知道，要是把孩子卖给日本人，那是要出大事的。起来，跟我们走。到哪儿去？到东庄找崔四。就是这里，第一孔窑。啊，这是崔四平时藏东西的地方，很少有人知道。2个孩子绑来之后，就关在这里。他手上有家伙吗？有一个马牌的撸子，还有5发子弹。还有吗？还有一颗手榴弹呢。乖，都快赶上正规军了。崔四跟着黄延良、王九九干了2年土匪，这些家伙都是他攒下的。抄家伙，准备战斗。哎，你负责外围，你在那儿守着，我和毛头冲进去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，尤其不能伤到孩子。放心吧，保护铁娃是第一要紧的，我知道。不光是铁娃，2个孩子都要保证安全。好，白娃子，你在外面守着，已经坦白交代了，政府会宽大处理你的。一会儿我们救出孩子，你帮我们转移。我一定老老实实，绝不乱说乱动。上。看来白狼不天能耐，但他慢来了一步，那怎么办呀？没人了，开钥匙刚。如果崔四把孩子带走了，有可能去凤凰渡那边找他的买主了。凤凰渡在黄河边上，过了凤凰渡就是敌占区了。孩子如果一倒手的话，他们很有可能往那边去。怕就怕这个呀。那咱们赶紧追吧。白娃子，知道凤凰渡有几条路可以走？有2条路，一条大路可以快一点，还有一条小路，大概得多走2-3个时辰。现在看来，大路小路都很难追得上了。不一定，别忘了崔四带着2个孩子，这2个孩子是他最大的累赘，而且他做贼心虚，大路他肯定不敢走。咱们朝小路追。好，我带路。那好，走。打开。
把这件事写成材料，上不到边区法院，等法院裁决。好。跟着，跟着。你休息啊，休息会儿吧。父亲，赶紧找到孩子，不然我罪孽可大。好好的留办事，哎，真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哟，回来了。本来啊，老岳他们有消息没有？我也正着急呢，都走了3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不会出啥事吧？明天是处理给咱的最后一天期限了。要不明天一早我到延长县看看吧，咱这么干等下去不是个事儿。老岳他们肯定是遇到难题了，要不然早该回来了。那起码也要派一个人捎个信儿回来。你也别太担心，老岳破案的能力和经验都是咱们科里最强的。破案有的时候不能仅仅靠能力，也需要靠一些运气。但愿老岳这次能运气好一点。陆科长，陆科长，陆科长，老岳有消息了。啊？这位小伙子是延长县民兵连的同志，是老岳让他赶来给咱报信的。哦，辛苦您啊。岳同志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，说是你一见信就明白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岳他们已经发现了孩子的线索，正赶往凤凰渡，抢在人贩子之前把他们截住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哈沃，马上去警连，叫上几名战士，带上几匹马，朝近路赶凤凰渡，增援老岳他们。要快！好。走。原地休息10分钟。我不休息了，我继续跑。这样，休息是为了更好的赶路。老岳，老岳，呀，这好像是铁娃的，别休息了，快追！追！追！老岳，老岳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铁娃，铁娃，铁娃，老岳，你看这是谁？铁娃，铁娃，这是你爹，快叫爹！叫啊，叫啊，快，快啊！你是铁娃。铁娃，铁娃，铁娃，来，儿子，爹终于找到你了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儿子。铁娃，吃点东西吧。铁娃，你告诉爹，那个官二蛋怎么样了？二蛋被小胡子带走了。小胡子是谁啊？小胡子就是崔四，他留着2片小胡子。铁娃，他们为啥把你扔下来的？我不老实，他想带着我们2个跑，我就踢他咬他。后来他嫌带着我走得太慢，就把我装在麻袋里扔在这儿了。哎呀，真聪明，不知道给坏蛋反抗啊！这是。他们啥时候把你扔下的？我不知道时间，可是没有太久你们就来了。干嘛了？哎，这离凤凰渡还有多远？还有80里路，前面的山路不太好走，要是天一黑更难走。这样，咱们趁天黑之前赶一赶，看能不能追上他，喘口气儿，一会儿准备出发。好，好。看看我的作品怎么样？不错，挺好看的。跟谁学的？跟南村的剪纸大王孙大婶学的，这叫临时抱佛脚。为了这个，我2天2夜没睡觉呢。咱们结婚不就是个形式吗？你干嘛那么兴致动众？鲁大科长，我可没觉得这只是个形式。我这辈子可就结1次婚，
你要是觉得我兴师动众啊，那你重新考虑吧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那个用词不当啊，我怕你累着。你这好心好意学剪纸，就你太……我态度不好啊，我向你承认错误。要不，和你鞠一躬？不鞠躬了。我，哎呀，让我看看新娘子。哟，这谁家新娘子？怎么这么漂亮？行了，快帮我贴上。啊，你贴上。小心点啊。贴哪儿啊？这儿。啊，行。来，你看看这高度啊，来。哎，贴反了。对，嗨，我来吧，你给我递浆糊。好。嘿，哎呀，马大爷，好，哎呀，大红的喜字，大红的窗帘，有点意思啊！我这不是听说老岳的儿子已经有消息了，赶快先准备。哎，对，应该啊！韩武已经去支援老岳他们了。按照老岳那两下子，要不了2天就能把孩子带回来，顺利的完成任务。咱们这儿啊，也应该准备结婚的事了。但愿老岳他们能够顺利的把孩子带回来。嗨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不了解老岳呀？只要他知道了敌人线索，一定会穷追不舍，就是追到天边也要把孩子追回来。那是他的儿子呀。对，马大爷说的对，这是在陕甘宁边区，别那么紧张。来，进来，燕子。大伙都在呢。哎，燕子，快来，看看我的手艺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哟，真不赖。是你剪的吗？当然是我剪的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也给你剪啊。你瞧瞧。我告诉你啊，给他介绍了多少好小伙子，他一个也看不上。我看等到他结婚呢，我估计得你这儿子给他剪喜字儿。马大爷。燕子。马大爷。什么事？边区法院把刘干事的案子判下来了。这么快啊？这个案子引起特别重视，特事特办，所以连夜就给判了。怎么判的？判处刘干事死刑，立即执行。燕子，你晚上到看守所去一趟，向刘干事宣读一下判决书。你给他做做思想工作，别让他情绪波动那么大。就算是咱们侦查科最后尽点责任了。好，我明白。岳科长，眼看天要黑了，咱们在前面的山窝里过上一夜啊！要是这样走啊，这路越来越难走，太危险了。好，咱们在前面找个地方宿营。亮亮，你去看看前面的情况，天亮咱们再出发。好，走吧。好。哎呦，马部长来了，陆科长在吗？在，行啊，我找他。哟，马部长，首长请进。哟，你这屋子还挺喜庆啊！大红的喜字儿，你看，大红的窗帘儿，这都是官媒的手艺吧？啊，看来你这新郎官还真是要张了，我得跟你贺喜啊！哎，贺什么喜啊？都是革命同志，咱不需要这些。你少对我爱答不理的。我知道我昨天把你得罪了，不就是训斥你2句吗？我那不是心里急吗？没有，您是首长，您训斥的对啊，我接受理解。你少来这套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都在你的脸上呢。哼！我听说案子有进展了。老岳他们已经发现了绑匪的踪迹，朝凤凰渡方向追去了。我已经派韩武去增援。哼，你小子，我就知道属弹簧的，给你的压力越大，你蹦得越高。哼，给来，这是什么？结婚礼物。哟，这个太贵重了吧？这个不敢要。少给我假装客气，这是我从日本军官手里缴获的，送给你们俩啊！好好学习，为党为民多做贡献。那就谢了啊。哎呀，有时候啊，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苦衷啊！这郭参谋长，您放心，孩子要救下来，马上连夜送验。哎，佛爷的事儿有线索了吧？自从那个克莱香酒馆那条线索断了以后，到现在一直没有进展。哎呀，要抓紧，这可是重中之重啊！你别忘了，离边区参议会开幕还有12天的时间了，
社会部的首长下了死命令，要求必须在开会之前把佛爷抓到。要是完不成任务，我可就要倒霉了。我在想啊，这个汉江特训班到底有多少特务潜伏在延安呢？从刘家铺的特遣组，到单县田秀玲、电影组，还有那个百合沈丽，5、6个组20多人都被咱们抓了，怎么抓不完呢？哎，那个白鸽不是交代他们有38名毕业特工潜伏下来了吗？从每次失利的情况来看，在延安，他们还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，他们的眼线有很多。擒贼先擒王，抓不住佛爷啊！你不知道他这个网络到底有多大。宽不宽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呢？你真的是我爸爸吗？我骗你干嘛？我叫岳凌霄，你叫岳铁娃，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。那你见过我妈妈吗？傻儿子，我当然见过。我要是没见过你妈妈，哪来的你啊？你比我强，我没有见过我妈妈，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的。来，儿子。小王，别难过。你虽然没见过妈妈，但是你找到爸爸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咱们爷俩永远都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以后铁娃有什么事啊，就告诉爸爸，爸爸帮你。你是不是很凶啊？爸爸打仗凶，对铁娃不凶。铁娃想要啥，爸爸都给你弄。我想要只小手枪，哪吒鬼子那种。好，等咱们回了延安啊，爸爸先给你弄一支木头，就是能打子弹的那种。等你再大点，爸爸给你弄支真枪，咱们爷俩一起去杀鬼子，还要比赛，看谁杀得多。说话算数。当然算数了。我想看看你的枪。你想看我的枪？好。哎呀，这可是真家伙呀！有了它就不怕坏人了。有爸爸，咱们谁都不怕。好了，咱们该睡了。